处便是混沌碑密室所在。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这等古老存在，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这就是九羽混沌碑。通往巅峰的大道，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雨滴、星辰、怪兽。越是往后，就越发抽象深奥。我的另2个分身对本源法则的感知更敏锐，不如借助他们来一探究竟。即便有3个身体共同观察，也只能隐隐感到前6幅图中蕴含法则气息。对于后3幅图，仍毫无头绪。那么，就先专注于看似最简明的第1幅图。脑中竟自动浮现出战斗画面，且招式中蕴含着更多对空间本源法则的运用。可惜，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呈现。要怎么做，我才能像画面中一样，将本源法则融入到招式中？时间已经到了。若想再次参悟混沌碑，可进入虚拟宇宙网络，闯通天桥。苍伯前辈，您怎么来了？我的主意是一直在此坚守通天桥，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这便是你要闯的九羽通天桥。通天桥总共52座，对应52尊混沌碑，每闯过1层，便可多1次参悟机会。但迄今为止，仅有博兰连闯2层，其余人均未闯过第1层。经过3年苦修，如今我已突破至宇宙级1阶。虽然未必如博兰那般，但第1层我势必要拿下。请选择你的对手：武者、精神念石掌控者或精神念石幻术师。闯过通天桥是参悟混沌碑的前置条件，再加上2者之间有对应关系，那么我的对手是否会对混沌碑有较深领悟？如果要从对方身上汲取经验，那最适合的对手无疑是我选掌控者。罗峰，不可大意。竟与我完全相同。他对衍生兵的操控到了哪种程度？
竟然亲自来了。这一届的成绩如何？仅有博兰连闯2层并通过，绝大多数已淘汰，有2人还在测试中，而其中1人和您同属九羽流派。哦。他3兵，我6兵，为什么我却不占优势？燕山兵第3重，天剑式。飞逝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竟然被他还原了出来。能将本源法则融入招式，他显然对混沌杯有着更深理解。虽然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启发，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轻易落败。小问题，历届首次闯通天桥的失败率高达99.91%，你们这届也只有博兰通过了。罗峰，你听说了吗？荣军刚刚闯过通天桥第1层了。看来他又变强了。我刚打听到，荣军要被元辰宇宙国的国主收为弟子了。啊，真的？宇宙国主可是统领宇宙国的超级存在，个个都有宇宙尊者的实力啊。而元辰宇宙国国主又是其中资历最深的，荣军能被看中，一定是藏有某种潜质。他不愧是前5宇宙国出身的天才里最具潜力的。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无需跟他置气。罗峰，我跟荣军约好了在这小聚，正好，我们一起向他取经。荣军，好。荣军，恭喜啊！真厉害，改天教我几招。对方就是这么出招的，而我却始终做不到。看来一味魔法无法进一步提升，在不能参悟混沌杯的情况下，我必须想出闯过第1层的方法。罗峰，你对衍神兵的使用太过僵化，你处于研究9羽混沌杯的起始阶段，建议购买秘法飘血，打好基础。匿名邮件会是谁发的？对方拥有查看通天桥战况的权限，等级至少是不小，实力顶尖的可能还拥有封侯甚至封王的头衔。听说9剑尊者已离开混沌城，
并派遣手下弟子龙玉王代为考察新人，所以发送者是他。但那么多人闯通天桥，他为何会注意到我？还有一种可能，混沌城会根据每人选择的不同混沌杯而分成不同流派，高手则会挑选同流派的新人收为弟子。所以应该是九羽流派的强者在考察你。九羽流派的强者会是哪位？对你而言，对方最好是九羽流派的元老、黑雾王或真眼王，拜在他们门下对你大有裨益。飘血秘法的创立者炼落，据说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那给我发邮件的也可能是这位炼落前辈。炼落以天才占宇宙总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公司，不足10万年便突破不朽。可惜，没多久他便意外陨落。那是混沌城1亿年前的往事了。邮件不可能是他发的，但内部飘血显然是这个曾经的天才毕生结晶，一定对你有帮助。那要如何获得飘血？简单，利用公司积分兑换即可，而且只要800积分，很划算呢。切，你忘了吗？我先前为了给魔杀族分身买装备和秘法，积分已经……一分不剩，谁让你换那么快？不是你怂恿的吗？本来还帮你想了一个替代方案，既然你怪我乱出主意，我就不告诉你。哎，巴塔，巴塔，求求你了！不逗你了。在此修炼的天才在有所感悟时，大多会在住所周围刻录文字，而飘血的创造者炼落也曾在此修炼，说不定城内就有他的刻录。果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我炼落历经3000年，终于悟透九羽混沌杯的第1至第3幅图，并创出飘血秘法。第4至第6幅图的修炼方法，我亦有把握。将来，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年少成才，如此自信，道能理解。问题在于缺少修炼相关的信息。他留下刻录，真的只为炫耀？不，能用3000年时间领悟3幅图，足以看出他并非耐不住性子的人。巴塔，能不能根据笔记搜到炼落的其他刻录文字？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
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都被炼落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如果说九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他并非轻狂自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我要抓紧时间领悟。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落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落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落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祭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等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峰，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陇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陇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
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罗峰，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罗峰，罗峰！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这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坚硬身躯，此天使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只有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来吧！月来，除了更进一步的波澜，仅有荣军和加莱西闯过第1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1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
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剑神兵第3重，天剑式。虽然我的天剑式仍旧不如你施展的灵活，但我要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1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1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加莱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2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子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血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洛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2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血的帮助下，我对第1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2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血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我与分身同时参悟，提升会加快，但总体进度仍旧缓慢。歇歇吧，要无头胎至少要千百年。重组母巢不知何时会苏醒，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参悟。说吧，最近有见过罗峰吗？你看，我早就说过会先罗峰一步通过第2层，他深知敌不过我而回避与我比试，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一味枯坐修炼，期间从未闯过通天桥。罗峰，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
我日复一日的修炼，仿佛在追逐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虽然无意与他人竞争，但我避不开的是漫长时间的洗礼。即便有我提供延寿药物，有限的数量，加上个人禀赋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去。不过，妈，我们出去了。罗平，你快点儿！聒噪，哼，走了。人会在时间引领下走向终点，但同时，好，时间也带来了新生。后来，我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我的家人得以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妖娆、冰山和野兽也同样收到了大哥从宇宙寄来的延寿药物。如今，在我无法触及的宇宙另一端，他们一直努力着，生活着。2084年1月，在二哥和阿华的努力下，冲突母巢防御计划开始正式推进。2086年3月1日，地球联邦通过开拓领土的决议，各大基地市开始向外扩建。2088年，人类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陆地怪兽成为武者试炼对象，还有部分武者则选择征战星空。2089年初，萍萍开始协助徐新处理公司事务，而小海性格随我，不安分，已经在闯荡宇宙了。2091年，精英训练营将天才培养目标上调为行星级。2092年，吴大国正式进军海域。2099年，火星改造计划启动。史江、赵若，还有妖娆亲卫，将成为火星的第一批移民。虽然未来无法预测，但眼见他们一步步向前迈进，我又怎会止步不前？我将飘雪秘法与混沌杯图画相互参照，经过多年沉淀，无论是对本源法则的领悟，还是招式的运用，我都有了长足进步。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按混沌城时间计算，我也已经枯燥了整整10年。在你闭关之后，我们几个排前10的，还有加莱西，都闯过了通天桥第2层，而你在10年以来完全销声匿迹。所以很多人在质疑你的实力。哼，你不质疑吗？我不质疑啊。我相信，为了族群命运而努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毕竟我也是为了族群在奋斗啊。我家那老爹呀，严格的要死，整天就知道逼我修炼，还学什么皇族礼仪。哎，这比修炼还要我命。哎，我的实力是高是低，
很快就能揭晓。当初掏空积分构筑的幽影奇绝刀，抹杀族分身一直在钻研，而他的招式同样适用于我的人类身体。幽影奇绝刀，怒影！对新人的考察工作要告一段落了。博兰和龙君的表现都很亮眼。龙玉，来，喝一杯。不喝了，我还有公事呢。跟你喝起来，我哪还走得了啊？那我自己喝。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我向九剑尊者报告的时候，可不好解释啊。龙玉王殿下，罗峰已顺利通过通天桥第2层。虽然闯过第2层，但与天才战前10的其他人相比，进度落后了数年，并不值得称道。属下认为，罗峰的通过方式值得关注。他选择的对手是武者，即便是强者，也难以兼顾近战和远程。身为精神念师，却能以近身战通过第2层，这份成绩的含金量，可比其他通过者高得多吧？两位，系统显示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开始闯第3层。此前只有博兰能接连闯过第1、第2层。结合历届的考核情况来看，罗峰接连闯过第2、第3层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一旦通过，就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哎呦！过去了，这么他也过了，觉得他是罗峰通过第2层后，又在闯第3层。看来他静坐10年，是在悄悄下功夫呢。不过，有人从苍伯前辈那里听说，九羽流派中，除真眼王以外，炎龙王、千幻王、剑皇王等宗师级强者都没有跟进了解罗峰情况。难道他们并不看好这次的结果？第3组，他用不了几个回合就会败了。我觉得罗峰相当有机会闯这一层。罗峰整整10年都停留在第1层，一转眼就要冲击第3层了。常年停留在第1层，不正代表着他进展缓慢？怎么可能会闯过？能将9柄金剑合为1柄，他的实力果然比第1层时强大不少。不过这招我也会。第3层意味着追平博兰，罗峰他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这不可能！罗峰，多年来，我有与
博兰的主观速度，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超越博兰。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这是一次惊喜。罗峰，恭喜你！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荣玉，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考察新人这么久，竟然没你看得准。放心吧，今日之事，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本届天才中，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兰比肩，并列第一。如今，我已悟透雨滴图中的每一滴雨，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于我而言，已没有秘密。塌陷形成起点，这是你体内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随着等级的提升，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原来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如今限制终于解除。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10年前，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参悟空间法则，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日后我得抓紧修炼，让人类身体等级赶上其他分身，并早日达到界主级。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楼平，你妈妈呢？这边，估计没看到消息。她现在从早到晚忙工作，还把网络上线地点都固定在了公司。虽然商部业务往来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但据我所知，要在完全具备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成为虚拟宇宙公司的子公司极其罕见。听海公司不仅在星际房产与连锁餐厅领域大有突破，金融投资部更是成绩斐然。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足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即便你的丈夫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成员，你也不会因此得到优待。要想成为我们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陆枫，
许昕，我回来了。罗峰，真的是你！你知道你多久没回来了吗？30年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会常回来的，你工作也别那么辛苦了。我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许昕，银河领主罗峰，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按规定，闯过第3层就能去听九羽一脉开宗立派的强者讲课，而想拜入谁门下，第1次就必须到他那听课，以示尊敬。炎龙王都发邮件暗示你了，这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好机会。但先前指点我突破的是真眼王，他不过是匿名提点了你。据说真眼王自弟子炼落陨落后，1亿年来都没再收徒，且向来我行我素。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上一个想拜师的是有着人类巅峰血统的满卡星人，玉主级就闯过第9层通天桥，结果还是被轰出去。上个是荒神族的界主。罗峰，你要不再考虑一下？他就是真眼王。其中竟有万千时间，这瞬移简直不可思议。今天要讲的是九羽混沌杯的基础。第1幅图的根本法则运转，应是如此。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清晰了。刚来混沌城时，我只是个连通天桥第1层都闯不过的新人。多亏真眼王，才让我在参悟初时就走上正确的道路。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指点，可对我而言，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拜师吧？没可能。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真拜师了！真拜师了！真拜了！哎呦！弟子罗峰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想什么呀？我不收徒已经1万纪元了。是该
收个徒弟了，火风。哈哈哈哈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大新闻！真眼王收徒了。炎龙这回可是输给我了。你如今的通天桥成绩，已与同届天才战第1名的博兰打平。之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有。谈判到现在，他们还这么严苛，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再等等。虚拟宇宙公司答应了经营自主权的要求，并且给到了净资产8倍的报价。太好了，不过按照当前平海的净资产，只能算是其3级子公司。要想被吸纳进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平海必须得升到2级。这2级子公司的净资产得达到10万混元，都能买下上千万颗地球了。平海若是能得到虚拟宇宙公司重视，日后地球就可有更多倚仗。我们可以做到的。一路走到这儿，不已经充满奇迹了吗？自此，我开始跟随真眼王修炼，苦心钻研空间法则。这些年里，虚心靠公司经营收益，购置大量高科技设备，改造地球。如今，地球生态已完全恢复，人口大量增加，只有重组母巢的威胁依然存在。好在重组母巢100公里内已是封闭禁区，且有实时监测，期间2次毒气喷发并未造成伤亡。在极限武馆的开拓改造下，火星已恢复星球磁场，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大气环境，而月球将被开发为未来粮食生产的太空基地。众宇宙奴隶曾于危难时保护地球，如今我也有能力守卫家园，便兑现承诺，解除了生物芯片，资助他们返回家乡星系。但仍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地球安家，而白卡罗、敖古、蒙伊早已融入了我的家庭。二哥得到卡布借出的传承，已修炼至恒星级9阶，正为突破宇宙级做准备。大哥长期闭关训练，只偶尔发邮件报平安。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前行。我更不该有丝毫松懈。20年一晃而过，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对宇宙本源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离开前，我打算再闯通天桥第5层，若能获得参悟机会，便可在离开后慢慢吸收。天神兵第4招，大巧不工。是炎神兵第5招，空间切割。但第5重可不一定比第4重强。9重结合，循环一体。光是勉强维持金柱形态，念力就被消耗了近3成。我明明已将与地图悟透，
为何还如此被动？原来是这样。我虽悟透了9个领地，却未把整幅图是个整体。图腾金柱将剑之领域完全包裹在内，实为大巧不工，蕴含的正是空间法则的合一之道。鱼儿在海中多顺水而游，那罗峰已经能在宇宙空间这一海水中，通过影响海水来压迫对手了。从顺空间到影响空间，是了不起的进步。原始空域的呀，为什么我跟罗峰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平均30届天才战，才有1人能在混沌城期间就通过第5层，而此人还不一定选择九羽混沌杯。这罗峰还真是你们九羽一脉千万年都难得一遇的好苗子啊！我来透过第6层。若不是他选择了最艰深的宇宙混沌杯，钻研时间空间双法则，应该早就能闯过第6层。老师对我的期望，只能日后实现了。伯兰确实是天才，我会超过他，但不是现在。你在混沌城基础修炼的30年已经结束，接下来将前往太初空域。跟后续的修炼任务比起来，混沌城算是十分安逸了。安逸？我们这批因为混沌兽就死了近2成。外面要危险100倍。恐怕只需100年，你们就死的只剩一半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离开后，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来找老师，明白吗？是。谢老师20年的教导。去吧。混沌城这30年，我完全掌握了九羽混沌杯第1幅图，对空间法则的理解远超以往。金角巨兽和磨砂土分身也达到了域主期6级。将来抵达太初空域后，我得继续努力修炼提升，好尽早解除虫族母巢对地球的威胁。太初空域即将抵达。所谓空域，是指原始宇宙在演变中因为特殊原因而形成的奇异区域，因为其中蕴含着无比浓郁的宇宙本源能量，非常适合修炼。所以公司在宇宙中选定了4处空域进行开发改造，太初空域便是其一。
我们要直接传送到太初空域的核心地带，坐稳了。穿梭完毕。外景虚拟。这里最大直径为500万光年，充满无数奇妙的天体与生物，以及危险的修炼之地。我会将你们送往各自住所。你们的虚拟系统中增加了太初空域的专属修炼资源，尽情修炼吧。本以为进入太初空域，我的修炼会突飞猛进，却没想到恰恰相反。最近你修炼缓慢，是时候下猛料了。主人的5大不朽仆从中，以博科多对念力冰释的造诣最深。他当年可是令一方宇宙闻风丧胆的狱卒杀手。狱卒在宇宙边陲有一处奇险之地，其环境险恶，堪称宇宙之最，被称为狱。在此诞生者，虽外貌与生命本质各异，但皆统称为狱卒。博科多诞生后，因仇视外族，因此成为狱卒杀手。后刺杀主人未果，被主人强大的力量收为仆从。组合方式竟如此浑然，我仿佛感受到了。我将组合速度放慢了100倍。看到了吗？看到了一丝奥妙，但不真切。再来！
1725次，我无限接近那丝奥妙，却为何始终无法冲破？我想不通。想不通，很正常。在太初空域，没有混沌城那外显的宇宙本源法则，一切就只能看自己的领悟力了。这个会对你有帮助的。多谢老师。时空随笔，时空随笔乃九羽混沌杯创造者所书，记录其创造混兑杯时所得所感，合为10829种秘法心得，与9幅图相互映照，可助参悟。本秘法共分9册，兑换全套的积分为1000亿。放心，公司为修炼者留下一个缺口，分册购买，前2册只需要1万积分。正好，之前闯通天桥攒下了3万多积分。下单成功，您的订单还有3秒送达。3、2、1。原来是这样，困住我的那些瓶颈仿佛就要冲破了。终于透彻了，妙，妙！巴巴塔，几点了？什么几点了？已经整整32天了，参悟的怎么样？还行，学会了3219种秘法。九羽混沌杯第2幅图的前2处玄妙，我也已经悟透。啊，你管这个叫还行？巴巴塔，帮我查询修炼世界的讯息。好。修炼任务是以真身前往危险的修炼世界，完成公司安排的特殊任务。任务分为5个级别：安全级，死亡率为0；普通级，死亡率为10%；困难级，死亡率为20%；危险级，死亡率为50%；绝境级，死亡率为90%。难度越高，积分也就越高。第一次执行任务，一般会选择普通级和困难级。这是你，巴巴塔，介绍一下血落世界吧。血落世界是太初空域孕育早期便存在的古老大陆，其中强者无数，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修炼文明。因为其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极度排外，遇到异族格杀勿论。如果完成2项任务，就可获得11万积分。巴巴塔，开始准备了。好。血落世界强者众多，你必须也提高到宇宙级的极限，增加存活率。异世界不确定性极高，你还必须购买大量的应急物资，以备不测。罗峰，你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眼神冰和魔云堂也绝不可轻易示人。为了融入血落世界，你需要制定一副血落世界风格的战甲。
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完全靠你自己了。出发前，我已预料到此行必定危机重重，九死一生，却没有预料到这片大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而其中还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